最近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常常看到大家在讨论一种亮晶晶、看起来像琥珀一样的养生食材。没错，那就是桃胶。很多人把它当成补充胶原蛋白的圣品，甚至称它为平民燕窝。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种看起来美丽动人的桃花类，如果吃法不对，非但不能让你皮肤变好，反而会成为肠胃的沉重负担。其实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桃胶根本就不含有任何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只存在于动物体内。桃胶本质上是桃树树皮受伤以后流出来的树脂，它是一种天然的植物多糖。今天这支影片，我会为你彻底拆解桃胶的真实成分，告诉你为什么直接生吃桃胶会伤害胃壁，并且会分享5个古书里记载的对症配方，以及5款温和不伤身的桃胶食疗炖煮方法，让你可以吃得安心又健康。我们要先了解桃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在中医看来，桃胶性味甘苦平，没有毒性，它具有清热止渴以及润肠通便的作用。如果我们把桃胶拿到现代实验室里去化验，就会发现它主要是由半乳糖、鼠李糖以及阿尔法葡萄糖醛酸等植物多糖组成的，另外还含有少量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既然它不含有胶原蛋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了以后会觉得皮肤变好呢？这其实是因为桃胶含有非常强大的吸水性。这些植物多糖进入我们的肠道以后，没有办法被胃酸完全消化吸收，它们会像一块海绵一样，在肠道里吸收水分并膨胀，这样就能起到湿润肠道、促进排便的作用。当你的身体没有了隔夜便的困扰，体内的毒素能够正常排出，脸上的气色自然就会变得透亮。这才是桃胶能够美容养颜的真正秘密，而不是因为它补充了什么胶原蛋白。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古代医书里面关于桃胶的一些神奇记载。很多人可能在古籍里读过这样一段话，说如果胃痛或者患有慢性胃炎，可以拿一颗像黄豆那么大的生桃胶，用清水洗干净以后，放在嘴里嚼得碎碎的，然后用温开水送下去，每天早晚各吃1次，坚持吃上30天，胃炎就不会再犯了，甚至连吃冰凉的东西胃都不会再难受。我在这里要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这个方法在古代或许是一种就地取材的民间偏方，但在现代医学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尝试。因为生桃胶的质地非常坚硬，如果没有经过长时间的浸泡和高温炖煮，它在胃里是极难被磨碎和降解的，直接生吞生嚼。那些坚硬的桃胶碎屑很容易像小砂石一样，直接摩擦我们已经发炎甚至溃疡的胃黏膜，造成2次伤害。而且它吸水膨胀的特性，如果是在胃肠功能极度虚弱的患者体内，甚至有可能在肠道窄处造成梗阻。所以如果你想要用桃胶来保养脾胃，千万不要生吃，一定要通过合理的配比，把它煮到完全软烂粘稠才行。其实在古代，桃胶更多的是作为一味中药来使用的。比如在杨氏家脏方里面，就有一个专门治疗产后下痢赤白，也就是产后拉肚子伴有腹痛和里急后重症状的处方，叫做桃胶散。这个方子里用到了桃胶、地榆、沉香以及炒过的蒲黄，把它们研磨成细末，在吃饭前用米汤送服。这是因为桃胶具有和血益气、止痛以及收敛肠胃的作用，再配合沉香的理气、蒲黄的活血止血，能够温和地修护受损的肠道黏膜。除了治疗肠胃问题，古代中医还利用桃胶来治疗石淋和血淋，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尿路结石和尿路感染。在妇人良方里面记载，如果因为结石导致小便刺痛，可以取如红枣般大小的桃胶，在夏天用冷水，在冬天用温水调和服用，一天服用3次，等到结石排出来以后就停止服用。
另外，在古今陆验方中也提到，如果身体虚热，经常觉得口干舌燥，可以口含一颗像弹丸大小的桃胶，慢慢吞咽唾液，利用桃胶生津止渴的特性来缓解不适。对于血糖偏高的人群，千金方中也有一个用桃胶来调理的方子。方法是用微温的水把桃胶洗干净，放在小锅里面煮到软烂，可以稍微加一点盐来调味，但绝对不能加糖。每次服用1两到2两。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方子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桃胶里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延缓小肠对葡萄糖的吸收速度，从而避免饭后血糖出现剧烈的波动。而加入少许的盐，在中医理论中可以引药入肾，帮助温补肾水，缓解消渴的症状。虽然桃胶有这么多好处，但它并不是完美的，更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吃的。桃胶在中药分类里虽然属于温和的药材，但它终究是一味药，而不是普通的甜点。首先，孕妇是绝对不能吃桃胶的，因为桃胶具有破血化瘀的功效。在怀孕早期，如果过量食用，有可能会引发子宫收缩，增加流产的风险。其次，女性在月经期间也最好不要服用，因为桃胶会影响气血的运行，可能导致经血量异常变多或者经期延长。还有一类人特别需要注意，那就是平时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或者肚子经常胀气的人。桃胶因为含有大量的多糖，需要消耗身体较多的脾胃之气去运化它。如果你本身的消化能力就很弱，吃多了桃胶只会让湿气在体内聚集，导致肚子胀得更厉害，甚至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所以吃桃胶一定要控制分量，千万不要以为它是保养品就每天大碗大碗的喝。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全地享用桃胶的美味与功效，我在这里为大家整理了5款经过改良更加适合现代人体质的食疗炖煮配方。这些配方都经过了合理的搭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桃胶的养生作用，同时降低它对脾胃的负担。第一款是皂角米玫瑰红枣桃胶汤，这款汤特别适合经常觉得工作压力大、脸色暗淡无光的女性朋友。我们需要准备1勺皂角米、1勺桃胶、1勺玫瑰酱以及6颗红枣。在制作的时候，我们要把桃胶和皂角米分别清洗干净，然后用足量的清水进行浸泡。这里我建议浸泡大约8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我们把已经充分泡发的桃胶和皂角米用清水简单冲洗一遍，接着放进砂锅里面，同时放入清洗过的6颗红枣，往砂锅里加入足够的水，先用大火烧开，然后转成中小火慢炖2个小时。在炖煮的过程中，你要时不时的用勺子搅拌一下，防止桃胶粘在锅底烧焦。等到2小时后，桃胶和皂角米都已经变得非常软烂粘稠了，我们就可以关火，在碗里放1勺玫瑰酱，趁热把煮好的桃胶倒进去搅拌均匀。玫瑰具有很好的疏肝解郁作用，配合红枣的补血，桃胶的滋润，能够让你由内而外散发好气色。第二款是雪耳桃胶雪梨糖水羹，这是一款非常适合秋天或者天气干燥时食用的润肺圣品。我们需要准备15克桃胶，1个大约300克的雪梨，30克冰糖以及5克雪耳。首先，我们要把15克桃胶放入1000毫升的清水中，浸泡6到8个小时，直到它完全变软膨胀。然后仔细地把泡软的桃胶表面那些黑色的木屑杂质去除干净，用清水反复冲洗几遍，再用手把它掰成均匀的小块。接着把5克雪耳用清水泡20分钟，等到变软以后，用手撕成小朵，把雪梨去皮去核，切成大约1公分大小的丁备用。然后我们将准备好的桃胶、雪耳以及适量的清水一起放入锅中，用大火煮开，接着改成小火继续煮30分钟。这时候你会发现汤汁开始变得有些粘稠了。
然后我们放入切好的雪梨丁，继续煮5分钟，最后放入30克冰糖和少许蔓越莓，边搅拌边煮3分钟，直到冰糖彻底融化，汤汁变得浓稠就可以出锅了。雪梨和雪耳能够润肺化痰，配合桃胶可以很好的缓解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痒和喉咙不适。第3款是木瓜炖桃胶，这款甜品不仅味道香甜，而且木瓜中的蛋白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分解和消化桃胶中的多糖成分，减轻胃肠的负担。我们需要准备1只新鲜的木瓜以及10克桃胶。首先把10克桃胶放入清水中浸泡6到8个小时，直到它变得膨胀松软。接着我们仔细反复的清洗，去除里面黑色的杂质，并用手掰成小块。先往桃胶里加入极少量的水，放进蒸锅里隔水蒸30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把木瓜对半切开，用勺子挖去里面的籽，将刚才已经隔水蒸过半小时的桃胶倒入木瓜的空心处，撒上少许冰糖，接着把整个木瓜放回蒸锅，继续隔水蒸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这样蒸出来的木瓜桃胶温热香甜，脾胃虚寒的人适当食用也不会觉得寒凉。第4款是桃胶炖燕窝，如果你想要更高级的滋补，这款配方是非常好的选择。燕窝含有丰富的唾液酸和优质蛋白质，与桃胶的多糖相得益彰。我们需要准备20克燕窝、10克桃胶以及适量的冰糖。首先将干燕窝和10克桃胶分别放在不同的清水盆中浸泡。这里有一个小技巧，建议使用白色的器皿来泡燕窝和桃胶，这样非常利于我们观察和挑出里面的杂毛和脏物。桃胶同样要浸泡到膨大松软。燕窝泡发之后挑去细毛和杂质，用清水洗净沥干。接着我们把清理干净的燕窝和泡发好的桃胶一起放入炖盅里，倒入适量的水，水量只要没过食材大约2到3公分就可以了。加盖放入蒸锅，隔水慢火炖煮30分钟左右，最后加入适量的冰糖，继续隔水炖煮5分钟，让冰糖融化即可食用。这款炖品能够双重滋养，是维持身体弹性和活力的好帮手。第5款是双耳莲子桃胶羹，这款食疗方特别注重脾胃的调理，适合想要温和滋补的人群。我们需要准备1勺桃胶、1勺莲子、1朵雪耳、1个雪梨以及20克冰糖。首先我们要将桃胶放在清水里浸泡半天，泡发好之后洗净备用。接着把1勺莲子放入热水中浸泡半天，直到莲子变得绵软。雪耳用温水浸泡2个小时，泡发后用手掰成小朵。雪梨去皮去核切成小丁。我们在锅里加入适量的水，把准备好的桃胶、莲子、雪耳一起放进去，用大火烧开，然后改成小火慢慢煮半个小时，直到你看到汤汁开始变得粘稠。这时候我们再放入雪梨丁和20克冰糖，继续煮5分钟。在煮的过程中要用勺子轻轻搅拌，直到冰糖完全融化，就可以关火出锅了。莲子具有健脾安神的作用，能够很好的中和桃胶的华丽之性，让这道甜羹变得更加温和好吸收。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对桃胶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在选择桃胶的时候，也要学会分辨品质的好坏。高品质的桃胶通常呈现琥珀色或者淡黄色，质地非常坚硬，而且杂质相对较少。如果遇到颜色白得不自然，或者闻起来有刺鼻化学气味的桃胶，那很有可能是经过漂白或者人工加工的，千万不要购买。养生是一件长期的、需要智慧的事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桃胶的知识，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没有一种食材是适合所有人的。我们在追求健康和美丽的过程中，
必须要先了解自己的体质，顺应身体的需求，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你平时也有吃桃胶的习惯，或者在吃桃胶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身体上的反应，非常欢迎在影片下方的评论区写下你的经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和家人的健康有所启发，请帮忙点个赞，并且把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些注重养生的长辈和朋友们。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实用的养生讯息。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给自己炖一碗温热的汤水，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们下期影片再见。